原标题：二战结束后，这支部队拒绝向苏军投降，武装抵抗近40年。众所周知，就日本下层官兵因受武士道精神毒害，而导致其思维普遍冥顽不化。即便是在1945年8月15日投降之后的29年，还有一个叫小野田宽郎的日本兵，在菲律宾的热带丛林里顽固对抗，期间多次杀害当地的平民、警察。虽然作战意志可嘉，但他只是自己国家发动的罪恶而战。站在正义和公道的立场来说，小野田可谓罪恶滔天。但小野田宽郎面对的不过是数百战五渣的菲律宾警察，以及一群手无寸铁的当地农民。在波罗的海的沿岸寒冷针叶林，有这么一群人，敢和几十万苏联正规军对抗几十年。他们中的最后一人甚至战斗到1978年，仅仅2年后，苏联就举行了第22届夏季奥运会。这些顽固分子就是活跃在波罗的海3国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茂密丛林里的森林兄弟。森林兄弟诞生始于1940年，苏联强制吞并波罗的海3国，不甘心加入苏联的当地人纷纷组织反苏游击队，并自称森林兄弟，但完全不是苏军的对手。尽管他们乘着苏德战争爆发曾短暂驱逐苏军，但在1944年，面对苏军的摧枯拉朽般的攻势，森林兄弟损失惨重。被苏军击毙的森林兄弟成员战士，双方的大规模较量一直持续到1955年。在拉脱维亚，12000名森林兄弟在1945至1947年2年间发动了3000次的袭击，打死1562名苏军。苏联政府甚至一度彻底失去对拉脱维亚东部地区的控制，直到1955年当地武装冲突才算停止。现代拉脱维亚共和国国家独立日庆典上的森林兄弟老兵在立陶宛。森林兄弟是波罗的海3国中组织最完备的。苏军势力直到1949年之前也仅涉足几个主要大城市，完全控制立陶宛在1950年代中期才算实现，而彻底消灭掉最后一个立陶宛森林兄弟成员则要到1971年才算实现。被苏军捕获的森林兄弟成员，而在爱沙尼亚1万名森林兄弟在1944年11月到1947年11月间对苏军发动了773次袭击，有1000多名苏军士兵死于袭击。而最后一名森林兄弟奥古斯特萨贝则一直战斗到1978年才被苏联森林巡逻队击毙，但当时苏联官方只将其视作一般刑事案件。直到爱沙尼亚独立，萨贝被政府追认为国家英雄。奥古斯特萨贝身亡处，抛开一切政治立场不算，单纯从战术角度来说，森林兄弟能够和当时世界2极之一的苏军对抗几十年，可见其作战意志与丛林作战技能还是可圈可点的。毕竟在波罗的海沿海的针叶林中的条件可比不上越南战场的热带雨林。森林兄弟铸造的地下掩体，即便是对于现代特种兵来说，如果没有强大可靠的装备，要想在寒冷的丛林环境中和强大的正规军对抗是相当困难的。即便是普通的户外丛林探险，也得准备充分，才能至少生存1个礼拜。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